其实，在红海市场，你只需要掌握一个策略。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 Lilia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森。台湾的手摇饮业蓬勃发展，根据经济部的统计，年营业额甚至会到达800亿的商机。所以说，有非常多的明星啊、艺人啊、网红啊，甚至是老板们都会把它当做一种被动收入，也就是他的副业都会去选择手摇饮店。加入的人这么多，成功的人是很多，但听说失败的人也不少。我想请问一下伊森老师，究竟我们要怎么做才会成为这成功的一员呢？手摇饮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加入？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，其实手摇饮的利润是非常的高啦，因为感觉就只是一些冰冰水水嘛。当你了解这产业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会发现说，哦，它其实不是我们这样想象的哈。之前也有拍摄过一些影片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上一期的影片。那影片内容其实就有提到，就是说，你除了要了解你自己目前的状况，你才可以知道说你想要开个手摇饮店是属于什么样的形态。你这样的话会比较知道说你的下一步是什么。老师，所以你的意思是形态会不同？这个有没有其他的手摇饮品牌是你所谓的类型不同这件事情？那我讲一个比较经典，大家都知道，好，五十岚，好不好？哦，对啊，五十岚很常青的店啊，也可以等于说是台湾手摇饮的始祖嘛，对不对？他很早期就投入这个产业。那我觉得它跟麻古最大的不同是因为行销，其实它跟麻古差很多，它几乎没有在做一些行销，也不会有人买五十岚的饮料在那边打卡上传 IG，对吧？所以他们客群其实很明显的是不同。哦，客群上的不同，所以老师意思是开店的时候要去注意到自己的客群这件事情吗？对啊，这也是很重要，就是你一个所属的商圈跟客群，这会跟品牌的 CIS 会有很大的关系。老师，你在过去的辅导案子中，有哪一些商圈的客人有来找过你？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？就是哪几间的饮料店啊，它的商圈大概都会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有遇过一个，它的商圈比较特别啦，它是在台北内湖的某一间大医院里面。医院？对，它在医院里面。那时候其实我就还蛮担心他的这个客群，就是你必须要有人到医院才看得到你。那后来经过几次深聊，才知道说他设定的客群基本上就只是在他的医院里面的员工啊，可能是一些医生或者是一些教职人员这样子。那这样子其实没有问题，他的员工数量跟他的教职人员的数量其实是相对够，他就不需要考虑到外送平台的这些选项。老师，你提到外送平台，你知道很多初期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人都会想问说，我究竟要不要加入外送平台？现在的外送平台有 Foodpanda、Uber Eats 嘛，其实就这2个龙头。我看到有些店它会2个都加，有些店它只有加1个。那我想要请教，一般老师你会怎么去建议你的客人，就是你的学生说，究竟要选择2家呢，还是择一，或是说看自身的情况？我觉得初期啊，自行创业的业者啦，如果有去洽谈过，其实都知道说这些外送平台他们的抽成不低啦，它相对的利润有一些压缩。我会觉得说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外送平台当成是一个行销工具。早期我们在订餐点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拿一本簿子出来，然后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DM， 会有一些饮料的店价，一页一页这样子。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变成说，在手机上面，你可以打开外送平台的 App，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些店家。消费者习惯跟形态已经慢慢在改变了。那今天当你这个品牌没有出现在这个 App 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会被消费者所遗忘，所以这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。但是说那我加入之后，我的抽成被他抽光，我就没有利润了，那这怎么办？这个品牌我们可能刚创立，很多客人都不知道我们，我会建议基本上初期你一定要加入，那你把这个费用当成是行销费用。那至于平台上面你要露出什么饮品，那你可以自己决定，你可以选择你的毛利率高一点的，那至少是在平台上面你有一个品牌露出。承接老师你的话，所以听起来加入外送平台的考量不完全只是说为了赚钱，最重要是行销曝光这几个字。原因在于说，现在消费者的形态已经有改变了，大家不再像以前要是打开 DM 走在路上去买饮料，而是习惯性的打开你的手机，打开 Uber，打开 Foodpanda 去找饮料店。那所以说，老师这样子说起来的话，似乎行销这件事情对于初期的店家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对，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哦。早期的手摇饮可能比较没有重视这一块，大家都觉得说只要把我的品牌设计好，然后我店面只要位置找对了，然后我的饮料做好喝一点，那基本上就 OK 了。现在的时代真的跟以前落差很大哦，所以你现在如果没有在网络上面做一些行销的话，其实你很难让人去认识你这个品牌了。早期的选择没有这么多，那现在的选择太多了，光是我们手摇饮品牌在台湾可能超过200个，所以你必须要先自我介绍。所以我会建议在初期创业的老板们，你一定要把行销预算估进去你的支出里面。
我觉得这是必须的，可能少的花费，你就可以累积到一些客群。那我觉得一开始都可以先从这边开始做起。所以老师是不是听起来一开始的准备金，你不能只有准备开店，你可能还要准备关于行销的费用，因为听起来行销可能甚至是需要到半年左右到1年的时间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支出，甚至是没办法赚钱的情况下，你就必须要去支出，为了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你。老师，你能不能举个例子？你有没有教过的客人啊，来上课完之后呢，开店了一会儿，好像没有起色来问你说发生什么事，或者说你有发现这个状况，你有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？有啊，我这边就来分享一个，他们住在新庄附近嘛，那所以他们的店当初就是想说就开在自家附近这样子，因为也入冬了，就发现说好像没有这么热的话，喝饮料然后变少了，才发现说，其实他们这边的过路客好像没有当初预估的人这么多，发现说，这个月跟上个月的饮料的销售杯数落差的很大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过去帮他做一个健检，去协助客户说，看他的店有没有哪个环节可以去做调整。你们会是针对哪几个要点去健检？它的 CIS 其实没有这么的明确，因为它的附近基本上都是一线品牌。那一线品牌基本上他们的 CI 一定是经过设计，跟消费者有一定的连接程度。那他们在这个部分呢，其实是比较弱的，所以我们有提供给他一些建议，当然还有一些行销活动的建议。这2个是最主要的，但是第3个可能比较难去做改善，原因是它的店点的位置，那个位置其实不太适合做手摇饮店。怎么说？就是因为那边的车流量是大于人流的。他们的人流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高。如果要改善营业额问题的话，现在做好，那我们的行销也做了。如果真的还不行，可能就要选择其他的店面来做经营。好啊，理解了。那老师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举几个例子？你辅导过100-200间嘛？那我相信应该看过各式各样、形形色色的案例啊。你知道我曾经在我家附近有看到一家连锁饮料店，它本来是一个 A 品牌，然后呢，等我过了几天再经过才发现，它变成 B 品牌了。你知道，老板还是同一个人哦，员工也是同一个人哦，可是名字换了。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这种案例？它叫拆牌吗？对，刚刚丽燕讲的没有错，其实就是从连锁把它拆牌变成自创品牌，就是跟连锁的合约到期了，那他们可能就是选择继续签约，那或者是自创品牌。如果经营的时间够久的话，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心得了，他们可能就会自创品牌。老师，你有没有遇过案例？就是那个连锁店来了之后，他可能其实没有那么熟。你也知道，商业核心，我想连锁总部不见得会交给加盟店。是啊。所以初期他们在签约的同时，他们会有一个完整的教育训练。那其实连锁的教育训练指的通常都是开店前的那些时间。那我会把你跟你现在的员工把他教育起来。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盲点啊。举例来说，如果就是老板他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这么的完整的学到的话，或者是说他跟员工来来去去，那到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资讯上的落差。所以我们这边不是只有提供原物料啊，其实还有提供一个原物料的操作。了解这个原理之后呢，就会有这个研发的能力，就会跟你的这些行销活动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上完你的课就可以学会吗？上完我们的课，我们可以协助让你把菜单产出。那这菜单产出，我们还是希望说是由你这边自行去研发出来的。因为在研发过程中，其实你会了解到原物料的特性，有利于你将来在新品的开发跟研发。还蛮有趣的案例，可以帮我总结，就是说，如果从连锁店变成白牌了，能不能帮我列几个要点，你要特别注意？从连锁变成自营的话，我觉得你这个品牌你要再一次的重新曝光，还有就是说你现有的一些客户去做到这个讯息的同时嘛。第2件事情就是工会绝对不可以掉，甚至要超越之前。那第3个话，可能就是员工的教育训练也必须要掌握得很好，因为以前的 SOP 是之前连锁总部给的嘛，那现在的话，你要建立自己的一个 SOP。老师，你刚刚分享了非常多的例子啊，那有没有一个品牌是近2年啊让你印象深刻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其实有几个牌子，我自己个人也还蛮欣赏跟喜欢的，像是约翰红茶，还有巴亚和茶，然后还有德政的乌龙，这几个牌子，我觉得他们在产品上面都很费功夫，他们的目标客群也都抓得很精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像是在约翰红茶他们的菜单上面，它主要提供的就是精品高级的红茶，它的目标客群基本上就是一些上班族、年轻的女性。那约翰红茶他们不喜欢喝一些苦涩的红茶，所以它的红茶基本上会有一个特殊的香气，然后不会苦不会涩。像现代茶的部分也是属于一个清爽跟轻盈的调性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其实都在专一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上面，把它做到最到位，然后呢，让消费者可以记住它。是的，是的。那老师啊，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啊，虽然说手摇饮是持续成长，但其实手摇饮产业看起来也像是一个非常大的红海市场。那你说我们究竟应该要把握什么原则，才可以变成一个持续成长的品牌呢？其实，在红海市场，你只需要掌握一个策略，叫蓝海策略，你也能够把你的开店变成你的被动收入。蓝海策略的话，基本上我们要掌握3件事情。第1件事情就是要做到市场区隔性。那第2件事情就是你要锁定你的目标客群。
那第3件呢，就是说你的品牌你要让别人记住你，只要掌握这3件事情，基本上你就可以达到所谓的蓝海策略。所谓的市场区隔呢，就是你可以从你的 CIS 去做一个区隔，还有你所提供的服务，还有你的饮品的风格，都可以跟其他品牌去做一个很明显的区隔性。那目标客群呢，基本上我们可以从商圈那边来讲，那每一个商圈目标客群绝对是不同的。例如说，可能在上班族，那有可能是在观光的区域，那有可能是在学校附近，那个客群受众基本上都不同，所以你就要针对这样子的客群去发展出适合他们的一些商品，这样子。那第3个话呢是如何被记住？对，你的品牌如何被消费者记住？那这就关系到新占率有多高。新占率就是说，在10个品牌当中，你是被消费者排到前几名。基本上如果都是末段班的话，你的新占率是低的。如果你要让别人记住你，在消费者的心目中里面，你就要把你的名字往前移一点，这样才可以让客户记得你。所以就要用到你刚刚前面讲到的营销曝光，还是要去参加所谓的外送平台，目的都是要让消费者把它变成他心中的第1名。当然。但如果你听完这一段话或看完这段影片，你还是觉得好复杂，我看不懂，那没有关系，点击下方链接。承恩食品的调饮课程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你有什么问题，直接来报名我们的课程。老师呢就会像您所知道的医生，帮你去见解究竟你需要准备哪些事情。你在开店的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是需要被解决的？只要来报名我们的课程，医生老师就可以帮你去做见解的服务，然后去帮你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变成一个持续成长的品牌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。那如果有更多的主题你想知道，点击右方的这个资讯卡，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主题内容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